你打开新闻，是否感觉整个世界的重担都压在了你的肩上？遥远过度的混乱，数千公里外回响的战鼓声，是否正在侵入你心智的暴雷，窃去你的安住？你是否感觉自己像一个未曾选择战争的士兵，被置于信息轰炸的前线，而这些信息直播充恐惧和焦虑？每一个通知，每一个头条，每一张图片，都像一枚直接射向你内心平静的炮弹。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我需要你在此刻明白一个根本的真相：你确实身处一场战争，但你打错了战场，用错了武器，也对抗了错误的敌人。这种持续的境界状态，这种验证正看着世界慢动作燃烧而无能为力的感觉，是令人筋疲力尽的。你已经成为无尽悲剧的情感认知，一个末日刷屏的囚徒，自愿将你注境的钥匙交给完全超出你控制的时间。你的心智本应是你的圣殿，却成了一片被敌人占领的领土。无能为力的挫败感转化为一种侵蚀你精力、生产力以及在你自己的生活中与真正重要的人同在的能力的痛苦。你不是在生活，你处在一种永久的守夜状态，等待下一次冲击，下一个动摇你根基的屁消息。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种战争策略，一种并非在和平时期，而是在罗马帝国的战场和权力走廊中锻造的心智技术，能够让你变得不可动摇呢？今天，我将引导你建造你的内心堡垒，一座坚不可摧的要塞，一敌于世界的混乱。我们将一起筑起舞蹈城墙，无论外面的风暴多么猛烈，都将确保你的内心平静。在我们进军之前，我希望你占据你的第一个智慧岗位，订阅这个频道，并评论你正从那个城市或国家开始建立你的堡垒。这是你夺回领土控制权的第一个行动。这场内在战争的军事交易有一个名字：4多个主义。我请你忘记你自认为对这个词的所有了解。我们不是在谈论一种被动的哲学，一种对苦难的你来顺受的接受，或压抑你的情感之道变成一座事项。我们将在这里探索的是4多个主义最原始、最纯粹、最强大的形式，一种在罗马帝国的火焰中锻造的武器，被皇帝、将军、元老和奴隶所使用。他们面对了人类状况所能提供的最残酷的逆境。这是人性的科学，是人类心智在承受最大压力时的操作手册。它是在飓风眼中保持冷静和清晰的艺术，将恐惧转化为深深，将痛苦转化为力量，将焦虑转化为专注的行动。因此，我们的策略不是忽视外部的战争，那是愚蠢和天真的。我们的策略是赢的唯一在我们管辖范围内的战争，内在的战争。4多个主义教导我们，真正的战场不在新闻里，而是在一个外部时间与你对其的反应之间的空间里。你的自由就在哪里？让我们重新定义4多个主义应有的面貌。内在战争的至高艺术，它是一种技术，允许建造一个内心堡垒，一个秩序、和平和个人力量的最后避难所。任何世界危机、经济崩溃和可怕的头条新闻都永远无法穿透。你不会忽视世界，你将从你的城墙之上观察它，刀枪不入，并且掌控自己。为了引导我们进行这项建设，我们将拥有最伟大的战略家——罗马皇帝马克·奥勒六。他不是一个安乐椅上的哲学家，他是一位总司令，在帝国边境的军事战役中度过了近20年，处理战争、瘟疫、背叛和统治一支世界的压力。正是在他的引章中，在战争的混乱之中，他写下了他的《沉思录》，一本为他自己灵魂而做的战斗日记。他教导我们，外部的稳定是一种幻觉，但内在的堡垒是一种选择。如果一位身处崩溃中的皇帝能够找到住境，那么你也可以。现在，让我们筑起第一道城墙。你堡垒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城墙，是最容易理解，但也是最难掌握的。它是宏伟的外墙，你所有防御的基础，控制而分法。
这一原则有前努力艾比克泰的教导，要求你对你能力范围之内和之外的事物做出残酷而无情的区分。在你的城墙之内，你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你的观点、你的判断、你的反应、你的决定、你的言语和你的行动。在城墙之外，是其他一切遥远土地上的战争、统治者的决定、他人的看法、全球经济、疾病，甚至死亡。你的内心平静完全取决于你巡逻这条边界和捍卫你主权的能力。内部冲突由此开始，因为你的心智从出生起就被训练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社会、媒体和你自身的生理结构都鼓励你吃密地但有城墙之外的事物。你被灌输这样一种观念：你的幸福取决于外部结果，你的安全取决于你无法控制的政客，你的内心平静取决于世界上没有混乱。这种边界的混淆是你防御中的主要缺口，是焦虑大军毫无抵抗地侵入你领土的大门。你耗尽你的精力，你最宝贵的资源，试图控制不可控制之物，就像一个将军试图指挥天气，而不是让他的士兵为下雨做准备。这场对抗先世的战斗是一场你永远会输的战争。每一次失败都会耗尽你的意志力和你在真正重要的地方战斗的能力。你对新闻感到分开，对未来感到绝望，对他人的行为感到惧怕，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因为你站在了地图上错误的位置。你放弃了堡垒内的智慧岗位，去对着外面的风暴大喊大叫。现代人的心智是没有边界的心智，一个开放的领土，地球另一端的任何随机时间都可以进入并建立营地，支配你的情绪，窃取你的资源。这是对你自主权的无条件投降。重新夺回你的力量是与一种划界的行为。现在想象你自己站在你心智的主门前，你是哨兵。一则关于国际冲突的新闻接近了，你不是两皇帝打开大门，而是阻止他并问道：这在我的控制范围内吗？答案是清晰而响亮的不。因此，你观察他，理解他，但拒绝他进入你的情感堡垒。一个关于经济未来的想法出现了，你挑战他：我凭一己之力能控制这个吗？不能，他不能进入，只有属于你领域的东西。你的下一个行动，你今天对待家人的方式，你投入工作的卓越，才被允许进入并占据你的焦点。把这堵墙想象成不是物质的屏障，而是力量的过滤器。它不阻止你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它阻止你被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所摧毁。这是一个在战场上歇斯底里地奔跑，对每一次爆炸都做出反应的士兵，与在一个安全和坚固的位置上观察混乱，基于信息而非恐慌，做出战略决策的指挥官之间的区别。你成为那个指挥官，你的注意力是你的军队，你拒绝派遣他去外国领土上大不可能赢的仗，你把他留在你的边界内，专注于加强你自己的防御。建造者都强势一项日常联系，一种持续的警惕事件。每当你感到焦虑时，问问自己：我现在把我的心智放在哪里？在我的城墙之内还是之外？渐渐的，这个问题将变得自动化，你将开始感受到一种新的自由，一种不被每一波混乱浪潮卷走的自由。以前浪费在无用担忧上的精力，现在可以重新投资于你自己的成长，你的责任，成为你周围那些仍然迷失在外面，在风暴中得人的力量和稳定的源泉。完成这第一步就是获得了清晰。你不再是风中之蟹，人有外力摆布，你是你自己堡垒的建筑师。通过在你意识的沙滩上画下这条清晰的线，你定义了你望过的边界，并作为其唯一真正的君主登上王位。战争可能在外面继续，世界可能战斗，但在这里面，在这堵墙后面，只需由你指挥。你停止了大世界的战争，并开始赢得为自己的战争。这种区分是你情感独立的宣言，这是对宇宙说：我承认你对我所发生之事的权利，但我声称对我如何回应拥有绝对的权利。这不是一种傲慢的行为，
而是深刻的前辈和智慧。这是接受你权力的限制，一边在它真正存在的地方充分行使这种权利。你不再试图成为一个控制世界的神，而是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存在，一个控制自己的人。而这，我的朋友，是真正无敌的开始。这第一道城墙的美妙之处在于，一旦梳理，它就保护了所有其他城墙的建造。它是你内心平静将建立其上的基石。通过只专注于你所控制的，你获得了分析你思想所需的主境，履行你指责所需的经历，为未来做准备所需的清晰，以及接受命运所需的力量。控制而分发不仅仅是一个想法，它是4多个心智的操作系统。安装它，捍卫它，你甚至在第2场战斗开始之前就已经赢得了一半的战争。通过掌握这种时间，你会意识到你以前大部分的痛苦都是自找的。这是试图承担一个从来不属于你的重担的直接结果。通过放下那个重担，让世界照顾他自己，你不会变得冷漠，你会变得有效。你解放了你的双手，去从事唯一能真正改变的事情，你自己的品格。而通过改变自己，你开始对世界施加最微妙和最强大的影响，不是通过控制，而是通过榜样。歪枪输气后，你堡垒的周边就安全了。现在我们需要建造了网塔，这是第2道城墙，对你的印象的控制。印象是你对一个时间的第一个判断，它是你瞬间告诉自己某件事意味着什么的故事。一则战争新闻不仅仅是一则新闻，你的心智会给它贴上可怕的、一切的终结、对我的直接威胁等标签。4多个主义教导我们，困扰我们的不是时间本身，而是我们对他们的判断，我们的印象。瞭望，它是你训练你的心，至成为一个无情哨兵的岗位。它在允许任何印象进入堡垒之前，都会对其进行审查。这里的内部冲突是与你自己心智的速度做斗争。你的判断是自动的，是由多年的条件反射和生存本能锻造而成的。你不是选择感到恐惧，它就是会涌现出来。你不是决定要恐慌、危险的印象，在你理性有机会介入之前，就劫持了你的神经系统。与之对抗，就像试图用手组织雪崩。你的自然倾向是接受第一印象为绝对真理。如果它看起来可怕，那它就是可怕的；如果它看起来是场灾难，那它就是一场灾难。挑战这种内在权威需要一种大多数人甚至从未梦想过要培养的精神记录。你生活在一个预知印象的时代。头条新闻的设计不是为了提供信息，而是为了引发即时的情感反应。社交媒体是产生即时判断的机器。你的心智不断地被二手解释所轰炸，这些解释旨在劫持你的注意力，并支配你的感受。屈服于此，就等于允许宣传者、算法和恐慌的记者成为你瞭望它的守护者。他们决定什么是威胁，什么是重要的，以及你应该有什么感觉。没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哨兵，你的堡垒实际上就在你自己邀请进来的帝君的智慧之下。这里的时间是创造一个空间。想象一下，每一条到达的信息，一则新闻，一封电子邮件，他人的评论，都像一个到达你大门的心事。瞭望塔上的哨兵从远处就发现了它。他不是立即打开大门，而是挑战它。他问道：你是什么？你是时间本身，还是只是你对它的解释？新闻说经济危机加深。哨兵分析它，事实是某些经济指标发生了变化。印象即故事是我们都完了，我的未来被毁了。哨兵将事实与虚构分开，他允许事实进入一共分析，但将歇斯底里留在墙外。马克·奥勒留不断地实践这一点，他告诉自己摸去印象，他训练自己去看事物的本来面目，剥去我们心智添加的戏剧性。一个他鄙视的政治家不是一个屁的腐败的人，而仅仅是一个信仰和行为与我不同的人。入侵的威胁不是帝国的终结，而是一个需要战略回应的军事挑战。这种语言和感知的记录是你在瞭望塔上的主要武器。你拒绝成为你第一反应的奴隶，
你赋予自己选择第二、第三和第四反应的权利，基于理性而非本能。把你的心智想象成一个法庭，最初的印象是检察官，他尖叫照进来，以及大的激情和紧迫感呈现最屁的情况。我们都犯的错误是把检察官的话当作最终裁决。然而，4多个战士会扮演法官的角色，他听取检察官的意见，但随后转向辩护方，理性，并问道：有没有另一种看待这件事的方式？这里的客观事实是什么？对这种情况最合乎的心和最有用的回应是什么？通过这样做，你将一个自动反应的过程转变为一个有意识的深意过程。你重新拿起了法官的法锤，这种时间的结果是获得客观性。你学会了以一种近乎超人的清晰都来驾驭世界。当其他人被自己情绪的波浪和他们消费的叙事所左右时，你坚定地站立，根植于现实。你看到的是时间，而不是关于时间的恐怖故事。这不会让你变得冷酷或麻木，相反，它让你变得异常有效。如果你对一个问题感到恐慌，你就无法解决它。通过控制你的印象，你保持了采取有益和呵护的性的行动所需的冷静，恰恰在你拥有控制权的地方。这道城墙教导呢，没有任何外在的东西有能力伤害呢，只有你自己的判断才有那种力量。1万公里外的战争无法轰击你的内心平静，只有你判断这对我及世界是生存威胁，才能摧毁你的平静。通过控制这些判断，你在情感上变得刀枪不入。时间可能是痛苦的、悲惨的或困难的，但他们不比世人瘫痪的。你培养了忍受逆境而不被气击垮的能力，因为你从不混要发生的事情和你心智讲述的关于发生的事情的故事。在瞭望它的训练是持续的，从微笑的事情开始。在交通中抢你道的司机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白痴，他是一个以我不会选择的方式开车的人。工作中失败的项目不是一个会毁掉我职业生涯的灾难，它是一个包含未来教训的意外结果。每一次呢，时间这种分饰，你都在增强你理性的肌肉。你教导你的心智，你才是主导者，而不是从你原始大脑中冒出的冲动反应。通过掌握瞭望它，你成为你自己生活的熟悉解释者。你决定事物的意义，这是一种非凡的力量。这是作为一个有他人撰写的故事中的角色和一个作为自己旅程的作者之间的区别。场景可能是混乱的，情节可能有意想不到的转折，但你掌握照壁。你决定这个故事是一个无助受害者的悲剧，还是一个英雄以勇气和智慧面对挑战的事实旅程。由于这道城墙，选择权永远在你手中。外墙定义了你的领土，瞭望它过路了信息。你的堡垒现在是安全的，但堡垒不是一个藏身之处，它是一个行动基地。现在我们来到训练场，在这里，你接剩下来的精力被转化为行动。这是第3道城墙，对你责任的无情时间。当外不是接触于混乱之中，你感到无力改变它时，4多个主义的解药不是被动的沉思，而是专注的行动。你必须问自己的问题，不是我怎样才能停止这场战争，而是此时此地，我当下的责任是什么？内部冲突是宏观问题的瘫痪性吸引力。你的心智被巨大、全球性且无法解决的问题所诱惑，因为思考它们会给你一种虚假的重要感，即使这种探究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对地缘政治感到分开，比与家人进行那场艰难的对话要容易得多。对经济感到绝望，比整理自己的财务状况要简单。你的责任，你日常的战斗岗位，与世界的大戏相比，常常显得渺小、平凡和缺乏美丽。自然的倾向是忽视你可以更重的花园，而去爱谈地球另一端的地震。这种对责任的忽视是无力感的根源。通过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无法改变的事情上，你确保了自己会有一种失败和无用的感觉。你感到渺小，
因为你选择了一个你实际上微不足道的战场。4多个战士颠覆了这种逻辑，他明白，真正的力量和意义不是通过思想来试图移动山脉，而是通过卓越河的性来搬运今天分配给他的那块石头。你的责任是你的岗位，是你在生命这场大战中的责任区。放弃它而去担心另一位将军的岗位，是对你自己军队的背叛。这里的比喻是一个罗马军团时，兵在一度被围困的城墙上，战斗在2个方向上延伸数公里，到处都是火、混乱和尖叫。如果这个军团是并放其他城墙的小区域，而去担心1公里外发生的缺口，会发生什么？他无人放手的区域被入侵，整个城墙都会受到威胁。他的职责不是赢得正常战争，而是确保他负责的是密城强健不可摧。你今天的责任是成为你所能成为的最好的父亲、母亲、儿子、专业人士、朋友或公民。这是你负责的那段城墙，用荣誉捍卫它。马克·奥勒留每天早上都会问自己，今天人性的人物是什么？他提醒自己，作为皇帝，他的责任不是对瘟疫或入侵感到绝望，而是起床，公正地统治，容忍他人，并无论环境如何独异的行事。他的工作就是他的责任，呵护的性的行动，无论多么微笑，都是绝望的解药。当你完全沉浸在卓越履行你的责任中时，就没有精神空间去焦虑那些不可控的事情，专注的行动去除了担忧。当你忙于做你的工作时，你没有时间恐惧。把你的每一天想象成一系列的责任岗位，你醒来时的义务是照顾好你的身体和心智。你在工作中的责任是以专注和正直的态度付出你的最好。你在家里的责任是在场倾听并为家庭的和平做出贡献。这些行动中的每一个都100%在你的控制之下，他们是你的训练场。在这里，你锻造你的品格，在这里，哲学变成实践。通过把每一项任务，无论多么卑微，都当作一种德性的练习，你将平凡转化为神圣，专心细完成为一种记录行为，帮助同时成为一种正义行为。这种时间的结论是获得目标感，你的生活获得了新的分量和意义。你停止在外面寻找一个宏伟的目标，而在此时此地，在无可挑剔地执行你日常任务中找到它。无力感蒸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知道自己正在做需要做的事情的人的沉静信心。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你成为一个稳定的锚。当别人被信息的风暴席卷时，你坚定地站着，找了你的花园，捍卫你那段城墙，在你自己的小宇宙中成为秩序的源泉。这种焦点的转变，从全球到本地，从不可控到你的责任，是实现内心平静的最激进的策略。你会发现，通过的星照了你那小块世界，你实际上正在为之于整个世界尽自己的一份力。一个稳定的家庭，一个城市的工作场所，一个互助的社区，这些都是由哪些仅仅决定卓越履行其日常责任的个人建立起来的。你不需要改变世界，你只需要照顾好你自己的那部分，而这矛盾的是世界真正变得更好的唯一途径。这个训练场的训练永不结束，每一天都提供了时间的新机会。每一个懒惰、分心或想专注于外部的诱惑时刻，都是一个回到你岗位的呼唤。不要逃避你的责任，4多个派警告我们，因为正是在责任中，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尊严、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平静。这是你对宇宙的贡献，是你对我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答案总是一样的，做你面前下一件正确的事，并把它做好。通过融入者到逞强，你成为一种自然的力量。你是深思熟虑行动的化身。你的生活不再是对外部刺激的一系列反应，而是你最深层价值观的主动表达。你不再被世界的混乱所定义，而是被你通过持续和呵护的心地履行你的责任所创造的秩序所定义。你是你岗位上的军团士兵，冷静、专注、不可动摇，是确保整个城墙完整性的关键部分。随着这3道城墙的梳理，
你的堡垒已经比大多数人梦想建造的任何堡垒都更强大。你掌控着你的领土、你的感知和你的行动。对于那些真正致力于掌握这门内在战争艺术的人，那些感觉这仅仅是个开始的人，我已经在频道里整理了一个完整的策略库，放在一个名为坚定不移的心智的特别播放列表中。我创建它是作为你训练的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当你完成这里的内容后，去哪里继续加强你的防御？这是对准备好进入下一阶段训练的真正展示的邀请。现在，让我们走向我们的军械库。既然你的堡垒已经安全，并且你专注于你的责任，是时候装备军械库了。一个有准备的堡垒不惧怕攻击。这第4道城墙是斯多葛主义中最被误解和最强大的工具之一 ，premeditatio malorum， 或对不幸的语言。这不意味着担忧或生活在悲观状态中，相反，这是一种战略性的想象负面情景的时间，失去工作、面临疾病、处理冲突，不是为了提前承受他们的痛苦，而是为了消除他们的冲击和以外之感。一个已经在脑海中演练过战斗的战士，在第一次真正的攻击发生时不会恐慌。内部冲突是我们对负面思维的天然厌恶。我们被教导要积极思考，要避免思考最屁的情况，仿佛仅仅思考屁事就会吸引他来。这种迷信让我们变得脆弱和毫无准备。违禁训练的心智基于希望而非准备来运作，他希望最好的情况发生，而当现实不可避免地呈现困难时，他就彻底崩溃了。Premeditatio malorum的时间看起来是违反直觉和不舒服的，它要求你自愿地直视恐惧，走过你想象中的黑暗走廊，这样当真正的黑暗降临时，你已经熟悉了道路。大多数人生活在对未来的模糊和无形的恐惧中，它就像藏在创下的怪物，其强大之处恰恰在于从未被清晰地看到。焦虑在未知中茁壮成长。通过拒绝思考困难，你并没有避免他们，你只是给了他们更多的力量。你允许魔医来控制你的生活。魔医，我被解雇了怎么办？魔医，战争升级了怎么办？魔医，生病了怎么办？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造成了一种慢性的痛苦状态。你被你自己拒绝面对的鬼魂所困扰，成为一场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灾难的囚徒。斯多葛主义的时间是点燃火炬，进入洞穴去寻找怪物。在一个平静的时刻，在早晨，你坐下来，可以地思考可能出错的事情。想象一下，关于战争的新闻在你国家成为现实，你会怎么做？你拥有哪些内在资源？即使在这种情境下，你将如何意的性行事？想象一下失去你的收入来源，你的第一步会是什么？第二步？第三步？通过这样做，你不是在自恋中沉呢，你是在制定一个精神上的应急计划。你正在将瘫痪型的恐惧转变为一个需要解决的后勤问题。塞涅卡，一位伟大的斯多葛导师，建议他的朋友们每个月花几天时间过得像穷人一样，吃简单的食物，穿旧的衣服，睡在地板上，不是为了惩罚自己，而是为了训练自己。通过这样做，他可以对自己说，这就是我如此害怕的东西吗？我不仅能活下来，甚至能在这里找到满足感。这就是这种时间的精髓。你淹练拟境，以发现你自己的人性。你意识到你承受的能力远比你的焦虑让你相信的要大得多。怪物在光线下看，总是比在黑暗中看起来的渺小。把这个军械库想象成你的战斗模拟中心。在执行任务前，飞行员会在模拟器中花费数小时，面对所有可以想象的系统故障和地方攻击。当在飞行中发生真正的故障时，他不会恐慌，他没有时间恐惧，他的心智和肌肉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他执行他已经训练了数百次的程序。Premeditatio malorum 是你生活的飞行模拟器，你在脑海中练习应对紧急情况。这样，当它们发生时，
你可以用冷静、勇气和清晰来回应。这种时间的结论是获得勇气，不是没有恐惧，而是相信你可以处理任何将要发生的事情。意外是敌人最大的武器。通过消除意外因素，你综合了你尽的大部分力量。未来不再是焦虑的来源，而仅仅是一系列你已准备好应对的情境。你培养了一种注境，它不是基于拍事不会发生的天真信念，而是基于如果屁事发生，我将能够处理的见识且有根据的信念。这种精神准备让你能够更充实地活在当下，因为你不再害怕未来，你可以完全投入到当前时刻。检查了装备，研究了地图，并演练了战术的士兵，是那个以最平静的心情走向战场的士兵。他已经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剩下的就交给命运了。你才拿了同样的心态，你为最屁的情况做准备，然后以自由的心情专注于再次克次地在你的责任岗位上尽你最大的努力。这个军阶库不储存恐惧，它储存人性。每一次你想象一个困难的情境，并计划你呵护的性的回应时，你都在为你的灵魂锻造一件新武器。你正在建立对逆境的熟悉感，你学会区分真正的灾难和仅仅是不便。失去书挂、地位或物质财富对你的控下力量会消失，因为你已经在脑海中没有他们生活过，并且知道你的内心堡垒，你的德性仍然完好无损。因此，不要害怕凝视深渊。4多个战士知道深渊也在凝视着他，他以坚定和准备好的目光会视他。Premeditatio malorum 的时间是，甚至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将一个受量的平民转变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战斗老兵。你不再期望生活是轻松的，而是成为那个足够坚强去面对本质上具有挑战性的生活的人。你不祈求更轻的负担，而是祈求更强的肩膀，而这种训练确保了你的肩膀将准备就绪。我们来到了最后的防御，最崇高和最强大的。随着你的边界被解定，你的感知变得敏锐，你的行动变得专注，你的军阶库也准备就绪，只剩下一件事：打开这门，不是为了头奖，而是为了像迎接一位尊贵的客人一样迎接命运。这第5道城墙是 Amor Fati， 即对命运的热爱。这是一种不仅接受，而且拥抱所发生的一切，就好像你自己选择了它一样的时间。这是从一种抵抗的心态到一种与现世界梦的心态的最终过渡。这是理解每一个时间，尤其是最困难的时间，都是时间的性的原材料。这里的内部冲突是所有冲突中最深刻的，这是我们与现实本质本身的斗争。我们希望世界符合我们的愿望，生活遵循我们的剧本。当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时，而且它从来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本能的反应是愤怒、爱谈和不公感。为什么是我？这不应该发生。Amor Fati 要求我们放弃这场斗争，这是所有斗争中最徒劳的。他要求我们相信所发生的一切，无一例外，都是一个更大秩序的一部分，并服务于一个目的，即使我们当下无法理解它。这违背了我们自我的每一根纤维。我们的文化教导我们追求蔬果，避免痛苦。我们将精力分为好的或屁的。生殖是好的，生病是屁的；和平是好的，战争是屁的。Amor Fati 邀请我们超越这种二元型。他提出，这些标签只是肤浅的判断，重要的不是时间本身的性质，而是它所包含的机会。一个屁的挑战可能是勇气的机会，一个悲惨的损失可能是人性的机会，一个可怕的危机可能是智慧的机会。在 Amor Fati 的视角下，没有什么是真正屁的，因为一切都可以用作我们品格质货的燃料。最后的比喻是火，微弱的火会被风吹灭，但一场大火会利用风变得更强并蔓延开来。拥有 Amor Fati 的4多个展示就是这场大火。生活的时间，逆境的阵风不会熄灭它，相反，他们会助燃它。他看着一场全球危机，不会说这会摧毁我，
而是说这是一个实践助境和责任的机会。他面对个人的挫折，回想这是一个展示我的勇气和适应能力的机会。他将每一个障碍都变成垫教师，每一集都变成良药。马克·奥勒留写道：行动的障碍促进了行动。当道植物一成前行之旅，这就是 Amor Fati 的共识。障碍不是需要绕过或诅咒的东西，它本身就是通往的新的道路。就像一个无助家不抵抗对手的力量，而是利用它来反击。你停止与生命之流做斗争，学会与之共舞，利用它的能量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你成为命运的伙伴，与现实共舞，而不是与之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战斗。想象一下这种心态带来的自由，对未来的焦虑消失了，因为你知道，无论未来带来什么，你都会爱它并利用它。对过去的怨恨消散了，因为你明白每一步，即使是痛苦的，都是把你带到这里并锻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必要步骤。你变得真正刀枪不入，因为没有一种命运你不能转化为你精神的胜利。这所带来的平静不是没有问题的脆弱平静，而是知道没有问题能击败你的不可动摇的平静。这种时间的结论是与整体的统一。你不再将自己视为一个混乱宇宙中的脆弱受害者，而是将自己视为宇宙中一个不可或缺和必要的部分。你相信你正处在你需要处在的地方，经历着你为自己的成长所需要经历的事情。这是4多个智慧的顶峰，不是在生活的困难之外找到快乐，而是因为他们而找到快乐。这是对存在所提供的一切发出的向量而愉快的事。这个注门不是弱点，而是力量的巅峰。只有防守最严密、有最自信的领导者，智慧的堡垒，才能奢侈地打开他的大门，并如其所示地迎接世界。这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行为。这是在说，来吧，战争、和平、成功、失败，没关系，无论什么到来，都将被用于我的主要使命，那就是过一种有的星河卓越的生活。你变得不可阻挡，因为宇宙本身已成为你的盟友。Amor Fati 的日常时间是与微小的事情，让你吃到的交通，这是为了教我耐心。去小你计划的鱼，太好了，1个月都或反思的机会。通过接受和热爱这些笑得不行，你训练你的灵魂，以便当大的挑战来临时，你学会了在一切事物中找到目的，在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看到天意或因果之手，并无条件地爱它。随着这第5道城墙的完成，你的内心堡垒就建成了。它坚不可摧，不是因为什么都进不来，而是因为所有进入的东西都被转化为力量。你是这座堡垒的守护者，你从你的城墙高处观察世界的混乱，只清单不受干扰。你对自己和你周围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稳定的源泉。你赢得了内在的战争，并且通过这样做，找到了一种外部世界无法给予，更重要的是，外部世界无法夺走的平静。你走完了这条路，从信息战场上一个受量的平民，到你自己内心堡垒的建筑师和智慧官。你筑起了城墙，布置了哨兵，在训练场上训练，装备了军械库，并学会了热爱现实本身的结构。现在，这座堡垒不再是一个理论，它是你的领土，你的责任。但一个没有宣告智慧观的堡垒，只是一个空洞的结构。捍卫你内心的平静，你对自己灵魂的主权，是于一个公开的智慧生命。这是你对自己忠诚的实验。因此，你作为你安住的守护者的第一个正式行动，是去评论区，用大写字母写下“我的心智是一座堡垒”。这不是给我看的评论，这是对你承诺的一个印记，是你新身份的一个锚。通过这样做，你加入了一个同样在捍卫自己岗位的战士军团。为了让我们能互相识别，为了我们承诺的社会证明能被所有来这里寻求庇护的人看到，我请你添加第2条评论。我看到了最后，这向其他人表明这段路程是值得的，并创造了一种社群感和记录感。如果这个策略
和这条信息与你产生了共鸣，请通过点赞这个视频来聚起你的气质，让每一个赞都成为一面书气的盾牌，一个标志，表明有一个心智选择了主权而非混乱，秩序而非无序，力量而非恐惧。最后，请记着，外面有无数的灵魂，仍然迷失在战争的迷雾中，打着错误的仗，承受着不必要的痛苦。如果你认识某个正被世界焦虑所轰炸的人，请分享这个视频，不要把它看作一次分享，而是看作是向一个继续找到通往自己堡垒之旅的盟友发送一张战略地图。订阅这个频道以及虚拟的训练，因为捍卫堡垒是一项日常实践，而不是一次性的胜利。就位，捍卫你的城墙，你的平静是你的责任和你最大的力量。它从现在开始